中國足球奪冠以後，第一個上熱搜的不是冠軍獎杯，而是孫繼海、董路那份約戰書，看起來是在約比賽，實際上卻像《三國演義》裡諸葛亮罵王朗，表面上是鬥嘴，背後卻是在爭天下。最近整個足球圈徹底炸穿，中國足球小将奪冠。當孩子們在歐洲捧起獎杯的時候，中國足協官網靜悄悄，仿佛無事發生。結果呢，不祝賀冠軍，不討論比賽，不研究為什麼人家7戰全勝，卻偏偏有人把炮火對準了董路跟足球小將。一時間整個互聯網都看懵。大家本來以為奪冠以後，接下來應該是中國足球難得的大團圓时刻，結果萬萬沒想到，冠軍剛剛拿回来，自己人先打起来了。這邊孩子們還沉浸在奪冠的喜悅裡，那邊呢，國內青訓圈已經開始諸侯討董，網友都懵了。人家歐洲人輸了比賽都開始鼓掌，而中國人贏了比賽先開會，真是應了增廣贤文那句話：同行是冤家，同業多相親。外人沒打死你，自己人先急眼。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中国足球夺冠以後，第一個上熱搜的不是冠軍獎杯，而是孫繼海。孩子們用7場全勝拿下冠軍，孫繼海卻說董路的足球小將是民間馬戲團，董路用9年時間砸進去5800萬，結果流量最大的不是冠軍本身，而是馬戲團3個字。這就像什麼？你辛辛苦苦考上清華，結果全家人不關心你考多少分，反而圍着鄰居吵架。你品，你細品。所以很多網友調侃，中國足球最強的位置從來不是前鋒，而是內耗。別人研究怎麼進球，我們研究怎麼互噴；別人研究怎麼培養人才，我們研究誰有資格培養人才。別人輸了以後想着復盤，我們贏了以後先忙着開批鬥大會。歐洲球隊看到中國小將后空翻慶祝的時候，人家想的是原來中国孩子也這麼牛逼，而我們的一些人想的是誰允許他們厲害。這是不是很諷刺？韓非子說千丈之堤，以螻蟻之血溃。真正毀掉一個行業的，從來不是外敌太強，而是內部的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互相證明對方不行。於是一個極其荒誕的畫面出現：外國球隊輸給中國少年以後，在研究為什麼會輸；中國足球圈看到中國少年贏球以後，卻在研究為什麼不能讓董路贏。注意這裡邊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就來了：孫繼海跟董路之間，表面上看是在爭輸贏，但實際上他們爭的根本不是一場比賽。他們爭的是未來10年中國青训的話語權，誰代表正確，誰代表未來，誰掌握培養人才的方法，誰擁有定義成功的資格，這才是雙方徹底撕破臉的真正原因。所以董路那份約戰書看起來是在約比賽，實際上卻像《三國演義》裡諸葛亮罵王朗，表面上是鬥嘴，背後卻是在爭天下。因為這一腳踢出去輸贏已經不只是比分，而是2套理念、2條道路、2種足球世界觀的正面碰撞。董路直接向前國腳孫繼海公開下死戰書：你來踢正規赛制、正規場地，所有的路費、食宿、场地費，我董路全包了。你呢，零成本來應戰。同志們，這已經不是足球約戰了，這是民間實幹派正面硬剛整個足壇舊秩序，直接把行業最後的遮羞布撕了個稀碎。一邊是滿載冠軍獎杯歸來的民間馬戲團，一邊是高居廟堂坐擁資源的正規軍。孫繼海們為什麼只敢在直播間裡冷嘲熱讽，卻始終不敢接下這份實實在在的戰書？今天我不聊越位，也不談戰術，大招帶各位看一場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好戲。為什麼孫繼海们不敢應戰？因為他們輸掉的不只是一場足球賽，而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整個利益王國。我是白房大招，歡迎来到老五集。先說說名门正派的傲慢與偏見。禮記云：“君子精而不爭。”足球圈的名宿們最喜歡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們總覺得我是科班出身，我是國家隊退役，我的青訓體系是正統。而董路是什麼？董路是野路子，是馬戏团，是靠直播、靠流量存活的江湖郎种。這讓我想起明朝官場，當初徐光啟搞西學，搞火器研究，朝廷那幫讀經書的文官是怎麼說的？說他是奇技淫巧，是敗壞祖宗臣法。為什麼？因為徐光啟威脅到他們那套科舉入仕、八股取士的特權體系。今天的足球圈也是一樣，孫繼海们嘲諷足球小将是馬戲团，潛台詞是什麼？潛台詞就是你們沒有編制，你們的方法論不在我們的考評體系裡，你們贏球就是破壞規矩，
你們呀，甚至連參賽的資格都沒有。這種傲慢源於一種體制性自信，他們習慣了在沒有競爭的環境下，依靠行政撥款跟家長的天價培訓費活着。對於他們來說，足球不是競技，而是行政資源變現的手段。而董路呢，他像一個不識抬舉的礦工，非要闖進金碧輝煌的宮殿，拿着一把粗糙的鐵鍬，指着這群穿着華服的貴族說：“來，咱們比比誰挖的礦多。”同志們，你們以為孫继海是真的看不起董路嗎？錯，他是真的害怕。如果你是孫继海，你敢接嗎？第一，接了，贏了是以大欺小，沒啥光彩；輸了，那可就是直接身敗名裂了，當着全國觀眾的面被一個大學學化學的野路子給幹趴下，這以後還怎麼在圈內混飯吃呢？第二不接，還可以維持一個我雖然不贊同你，但我懶得跟你這種網紅一般見識的姿態，保住最後的一絲絲體面。對於一個已經固化的利益集團來說，拒絕競爭永遠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這就是中國足球積弱的痛點，內循環經濟。在這個體系裡，青訓的考核標準不是踢進歐洲，而是能不能在內部考試中拿到名次。他們創造了一套只有自己人懂的評分標準，把自己圈在裡面，嚴防死守。一旦董路打破這種閉環，引入外部競爭，歐洲拉練的人出現，整個循環就斷了。所以你說孫继海慫嗎？他不慫，他很精明，他在用身份的護城河擋住實力的潮水。咱們再來看看這個韓董量，當國少隊名單裡快有一半是董路的孩子時，那幫拿着足協補助占着名額的機構，他们該去哪兒？董路模式的本質是什麼？是去中心化，他把轉會費這種灰色地帶直接砍掉，球員去向完全市場化。而傳統體制呢，是重資產人生鎖定，他們把球員當成未來的資產儲備，這就導致了青訓機構不僅不是為了培養人才，反而是為了鎖住人才。你說青訓爛，他們說我們有這兒；你說沒成績，他們說那是青少年嘛，重在參與。你說董路贏了，他們說那是馬戲團，那是博眼球。你看，就是一套完美的逻輯閉環，只要我不接戰，我就永遠正確。這不是球賽，這是一場關於權力敘事的保衛戰。很多人問，那中國足球還有救？大招給各位開個藥方，雖然苦，但能治病。廢除准入制的資質枷鎖，足球是踢出來的，不是考出來的。應該徹底打破現有的青訓資質准入壁壘，將全國青訓賽事向社會化俱樂部全面開放。誰的勝率高，誰的口碑好，誰就能在公開透明的積分榜上上位，而不是看誰有證兒，誰有關係。強制性推行透明轉會合約，效仿歐洲模式，明確規定青少年合同禁止賣身契士條款，培養者獲取合理的培訓補償即可。嚴禁以高額賠償鎖死球員未來，把人還給足球，而不是把人變成待價而沽的奴隸。引入流量作為第三方監督，這是一個互聯網時代。董路能做起來，是因為他把訓練搬到了直播間，建議足協建立強制性的賽事直播與數據公示制度。所有官方支持的青訓賽事必須公開數據，讓家長們看到哪裡在窩裡橫，哪裡在真競爭。孫繼海應不應戰，這其實已經不重要，因為哪怕他明天真的帶隊踢了，哪怕他贏了，也不會改變中國足球爛在泥潭裡的現實。真正讓中國足球感到恐懼的，不是董路的球技，而是這種敢於把一切擺在陽光下的態度。當一群12歲的孩子在意大利踢出那種我要贏的狂氣時，舊時代的馬戲團其實已經謝幕，只是有些老爺們還在後台沉溺於那身已經發霉的黃袍裡，不願意走出來。我們看董路看的不僅僅是一個解說員的折騰，而是看中國足球有沒有可能從這些野草叢生的土壤裡長出一棵真正屬於民間的參天大樹。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中國足球的春天從來不在那幫喝茶看報的老爺們手裡，而在每個在綠茵場上敢於後空翻，敢於對着強權喊出來單挑的少年心裡。我是不愛放大伟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